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好多關於疫情疫苗嘅消息都係負面嘅，每一日都好似有啲新嘅變種病毒出現咁樣，咁同埋打咗針之後嗰個保護反應呢，好似越嚟越差咁樣，抗體嘅速度跌得好快啦，越嚟越多人咧打咗針之後咧都仍然受感染，咁亦都會話要打第3針啊，甚至有啲人話要打第4針啊，即係好似不斷打落去咧，先至可以維持到嗰個保護作用咁樣。總之咧，就好似世界末日就嚟到，實情係點樣樣呢？今日就同大家分析一下。而家係2021年嘅9月啦，而家佢哋主要用嘅疫苗，譬如嗰啲 mRNA 疫苗、Pfizer、Moderna 啊、牛津疫苗呢啲，咁年初推出之後，咁初出嚟嘅數字係相當唔錯嘅，即係無論係預防一啲普通嘅感染，即係話好少症狀嗰啲感染咧，效果都相當之唔錯嘅。咁至於預防一啲有病徵嘅感染啊、入院啊、死亡個案啊，更加好啊。咁當然大家都好開心，有一段時間呢，大家都以為有咗疫苗之後呢，呢個疫情應該好快就結束嘅。咁但係好景不常，因為 Delta 呢個好犀利傳染力嘅病毒出現咗之後呢，我哋用緊嘅疫苗呢，效果好似就差咗一啲。咁喺冇打疫苗嘅人身上，當然呢個 Delta 就傳染得好犀利啦，好多人入院啊，甚至重症添。咁就算喺打咗疫苗嘅人身上，都有唔少人受感染。咁當然呢，比例上入院啊嚴重嘅個案就少過未打疫苗嘅人好多嘅。咁究竟咁樣係咪代表我哋嘅免疫系統同埋疫苗係失敗呢？嗱，其實呢樣嘢呢，就真係好似半杯水咁樣。半杯水，有人覺得哇，得返半杯水我哋就嚟渴死嘅。有啲人就會覺得哇，我哋仲有半杯水真係感恩啦咁樣。咁其實而家嘅情況都係差唔多。其實我覺得疫苗同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完全唔係失敗者，佢哋做緊佢哋應該做嘅嘢，做得相當唔錯添。我覺得呢個情況呢，好似喺奧運比賽咁樣，你表現可能未係100%，未係完美，咁但係你足夠去攞金牌，其實已經好好。咁點解咁講呢？咁我就同大家解釋下。如果我哋想像我哋嘅身體免疫系統係一艘航空母艦，大家可能會容易明白一啲。咁當有敵機接近航空母艦嘅時候，咁航空母艦第一個反應就當然就會發射一啲防空嘅炮火去阻擋嗰啲入侵嘅敵人先啦。咁第一下呢，就未必能夠去即刻去令到嗰啲戰機升空啊，因為你唔知敵人係乜嘢嘢啊嘛。咁所以咧，通常第一輪呢，就係一啲好快速應變、好快就可以用到嘅武器。咁總之咧，就射一輪先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阻擋到敵人。佢未必好準確嘅，亦未必好有針對性。咁啊，未必真係針對到敵機嗰啲特質。咁但係起碼咧就可以令到航空母艦其他嘅人員俾一啲時間佢哋好好搞清楚個情況，預備好武器去真真正正對付敵人嘅。呢啲咁嘅第一輪嘅防空炮火就等於我哋嘅天然免疫系統，即係 innate immunity 啦。呢個 innate immunity 咧就唔係嗰啲好似抗體咁樣專係針對個病毒啊、認得個病毒嗰啲嚟嘅。總之咧，有任何嘢入嚟佢都打一餐㗎啦。其實大家打完針之後即刻有反應啊，即係譬如發燒啊、骨痛嗰幾日嗰啲呢，就係呢啲 innate immunity 天然嘅免疫系統做緊嘢嘅跡象嚟㗎啦。咁當過一段時間，敵機可能一部分阻擋到佢哋啦，一部分仍然都可以突破到防線嘅。呢個防空炮火已經令我哋有足夠嘅時間去動員航空母艦武器庫裡面嘅戰鬥機。我哋已經知道敵機係咩性質，佢帶住啲咩武器，個數量係幾多。咁我哋咧就可以揀一啲合適嘅戰鬥機，裝上一啲合適嘅導彈，跟住咧就可以升空去迎擊敵人。呢一啲武器係相對係非常之有效，非常之有針對性，係有能力去阻擋到敵人嘅。以身體嘅免疫系統嚟講，呢一啲嘅戰機就係包括我哋嘅 B cell 啦，B 細胞咧就係幫我哋做一大量抗體出嚟，去對付嗰啲游離嘅病毒嘅。
當啲病毒入侵我哋身體，佢未入到我哋嘅細胞，嘗試開始感染嘅時候呢，我哋血裡面呢啲抗體呢，就會即刻將呢啲游離嘅病毒捉住，跟住將佢摧毀，令到佢哋冇辦法入侵我哋人體嘅細胞。如果有啲犀利啲嘅敵人，譬如好似 Delta 病毒啊，佢複製得非常之快嘅。咁佢複製得咁快嘅時候，可能嗱聲佢就即刻入嚟，就即刻感染到我哋啲細胞。唔怕，我哋有另外一啲武器，即係話我哋有另外一啲嘅戰機，裝咗另外一啲更加針對性嘅導彈。呢一個呢，就係我哋嘅 Killer T cell， 即係殺手 T 細胞。殺手 T 細胞就可以幫我哋，即使病毒已經入侵咗我哋細胞，殺手 T 細胞都能夠認得出呢啲俾病毒感染咗嘅細胞，跟住將成個細胞殺咗佢。好啦，咁而家我哋將敵人呢擊退咗，敵人啱啱襲擊過我哋，咁跟住嗰幾日或者一個星期，咁我哋會非常之小心啦。咁航空母艦呢嘅戰機啊、預警機啊，咁啊各樣嘅雷達啊，咁都仍然呢係有一個高度戒備狀態。每日呢都有戰機、預警機升空去探測敵人。咁可能呢就即係都仍然有零散嘅敵人呢嘗試喺呢幾日偷襲我哋嘅。咁可能今日真係有幾架敵機又入嚟啦。咁因為我哋啲飛機經常喺度升降，我哋即刻呢就可以探測到佢哋即刻升空，就將佢哋擊退。呢個情況呢就等於好似你打咗2針疫苗之後，你個身體呢嗰個抗體嗰個量係非常之大嘅，即係話呢周圍都係戰鬥機。咁即使病毒真係稍為入侵你，淨係游離狀態，佢都未開始感染啊，嗰啲抗體呢就已經能夠將嗰啲病毒捉住，將佢殺死。即係當你啱啱打咗疫苗嘅時候，防止冇乜症狀嘅感染呢，個效果都係相當之好。好啦，咁我就想問，如果敵人俾你擊退之後，你能唔能夠每一日不斷咁樣令到嗰啲戰機不停咁樣喺度升空？你能唔能夠每時每刻都要全艦嘅人員喺高度戒備之下長期工作呢？好明顯就唔可能，亦都唔合乎經濟原則嘅。你冇話一啲無限嘅燃料、無限嘅精神去對付敵人噶嘛？你需要休息嘅。咁免疫系統亦都係啦。當你打咗疫苗或者天然感染之後，咁你嘅身體嘅免疫系統克服咗個感染或者引發一個免疫保護反應之後呢，佢需要休息嘅。就等於即係當敵人去被擊退之後，航空母艦嘅人員咧開始慢慢會放鬆一啲。咁佢哋仍然都係警戒當中，咁但係咧飛機升降嘅次數就會減低一啲啦。咁喺艦橋裏面睇住嗰個入侵敵人雷達嗰啲人咧，亦都會放鬆一啲。有啲人咧需要去休息一下。咁所以當你個免疫系統慢慢去靜止翻落嚟嘅時候咧，身體嗰個 B 細胞咁啊，大部分喺血裏面嘅 B 細胞咧就慢慢會老化死亡。咁當然 B 細胞係產生抗體嘅，咁抗體亦都會慢慢降低啦。咁我想問，當抗體慢慢降低嘅時候，係咪就代表咗你嗰個免疫保護少咗呢？大家要知道呢，並唔係血裡面嘅 B 細胞慢慢死亡之後，個免疫系統就完全忘記咗佢曾經俾新冠病毒攻擊過。其實大家細心睇呢，就當你俾病毒感染過也好，打疫苗之後也好，身體嗰個抗體反應升高咗一輪之後，佢慢慢降低，因為咧 B 細胞血裡面嘅 B 細胞慢慢就死亡老化咁樣啦。咁但係佢跌到一個地步咧，佢唔會跌到0嘅喎。跌咗幾個月之後咧，佢就會慢慢維持一個較低嘅水平咧，就一路延續落去存在嘅。因為喺呢個時候，製造抗體嘅工作咧，已經由另外一種嘅 B 細胞喺我哋骨髓裡面嘅 B 細胞去接手啦。骨髓裡面嘅 B 細胞佢就會長期少量咁樣製造一啲針對新冠病毒嘅抗體出嚟嘅。咁所以一路會有少少抗體喺度做一個戒備狀態。除此之外，血裡面咧亦都有保留咗一部分嘅 B 細胞，呢一啲咧
係一啲專門嘅 B 細胞，我哋叫做 memory B cell， 即係有記憶嘅 B 細胞。佢哋個數量好少嘅，不過呢，佢哋就好似偵察兵、預警機咁樣，即係話再唔會話喺航空母艦嗰度每日升降好多戰鬥機去對付一啲根本就唔存在嘅敵人。航空母艦嘅官兵呢，就會改為派出一啲嘅預警機，可能一架、可能兩架嘅預警機，每日呢就即係升降可能一次兩次，去探測周圍有冇敵機去接近。咁呢啲咁嘅 memory B cell 記憶 B 細胞就係咁，佢數量好少嘅。咁但係咧，如果佢探測到再有新冠病毒嘗試入侵嘅話咧，立即佢就可以動員免疫系統，即刻大量製造針對新冠病毒嘅抗體出嚟，即時去阻止敵人嘅入侵。當你嘅航空母艦處於警戒狀態，但係咧就並不是全體動員。有啲時候可能敵人好蠱惑嘅，佢派一啲可能好偽裝成好難探測嘅戰機啊，或者武器啊，間唔中咧佢可能會偷襲到你嘅。咁即係等於當你個免疫系統你個抗體降低咗嘅時候咧，病毒如果真係入侵嘅時候，可能佢會感染到你鼻裡面幾個細胞，可能會感染到你個鼻啊喉嚨，令到你有啲流鼻水、喉嚨痛。但係當佢想再進一步感染你個肺，其實你個身體已經隨時 ready 去攻擊㗎啦嘛。當佢啱啱入侵，你俾佢偷襲咗，你可能會俾佢感染到嘅。咁但係當病毒再想進一步入侵嘅時候，你嘅 B 細胞、你嘅 T 細胞就會即刻動員，即刻將病毒消滅㗎啦。當你感染咗一段時間之後，或者當你打咗疫苗一段時間之後，又或者有啲新嘅蠱惑啲、麻煩啲、識得偽裝嘅病毒出現之後呢，你可能都會仍然俾佢偷襲到嘅。咁你即使感染咗好返，或者打咗兩針疫苗，你會俾佢偷襲咗，佢可能會感染到你啲咁多。咁但係你個身體已經係高度戒備狀態㗎啦。咁當病毒想再感染你嘅時候，再影響你、想傷害你嘅時候，你嘅身體嘅免疫系統就會空群出擊，將病毒消滅。所以當你再感染呢個病毒嘅時候咧，好難會發展成為重症肺炎嘅。即係話你個航空母艦可能會俾對方一啲即係比較隱蔽嘅武器、比較蠱惑小型嘅武器襲擊到，咁但係佢傷唔到你嘅，因為佢稍為襲擊到你嘅時候，你嘅戰機已經空群而出去攻擊佢啦嘛。咁所以咧就其實並唔能夠講航空母艦嘅防衛系統或者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係失敗嘅。其實佢就正正做緊佢應該做嘅嘢，佢做得好有效率添。所以都係嗰句，其實咧我哋嘅免疫系統做緊嘅嘢咧唔係完美。即係正如一個運動員咧，就佢唔係話喺奧運比賽決賽嘅時候攞10分，咁但係佢攞已經足夠嘅高分可以攞金牌啦。咁我哋嘅免疫系統亦都一樣，佢唔係完美嘅，唔係完全 bulletproof 嘅。咁但係疫苗同我哋嘅免疫系統已經做緊佢哋應該做嘅嘢。其實如果世界上有足夠嘅人數係打咗疫苗嘅話，呢啲唔完美嘅保護已經足夠令到我哋喺疫情最水深火熱嘅時候解脫出嚟。慢慢疫情就好似流感疫情咁樣，佢仍然會發生，咁但係對於大部分人嚟講，佢都唔再係一個死亡嘅威脅，世界就可以慢慢恢復正常。好，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睇，請你留言、點讚、訂閱，下次再見，拜拜。